们这次从机场到名古屋市区搭乘的是 MuSky 特急。除了速度比较快以外，这种列车在车厢的前后设置有蛮多的行李放置区，很适合有携带行李箱的旅客。抵达后，我们晚餐选择来吃味噌炸猪排，这是这边的特产。我跟我妈点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她的是叉叉酱，我的是蛋黄酱。你吃叉叉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。它的蛋黄酱跟叉叉酱，我觉得都没有很好吃，还是吃传统的猪排酱加红芥末比较搭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它的食材算是新鲜，然后炸物的火候基本上也都控制得蛮好的，油脂、肉汁都有锁住，所以香气很足够。白饭也是选用国产米，价位合理，而且口味完全不会输给名店。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名古屋第一晚住的饭店。我们订的是双床的，枕头呢也是给2颗，有硬有软的。旁边这边有一个小茶桌，行李箱的空间呢，2个29寸的行李箱是可以完全打开的。以日本的饭店来说，这个空间很大。床的对面呢是电视，还有空气清净机，这些都算标配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茶几跟冰箱，这边是挂衣服的。然后这个是浴室。然后这间的饭店备品呢是在1楼大厅自己拿的。很特别的是，这个是面膜耶，很需要这个。还有这个泡澡的，应该叫做入浴料。因为我们订的这个房型呢是有浴缸的，是泡澡的时候可以洒在里面的。觉得这2个点很加分。我住其他饭店有些不一定有，但是这一间是有的。是帮他推销一下，这是我们饭店的名称。那我记得名古屋好像有2间，那我住的这一间是在 JR 的西侧的。住这间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去高山了，那搭巴士的地方呢，它就是位于这个西侧，就想说找找这附近比较不错的饭店，那所以我就找到这家。那因为我们目前来的时间点呢是黄金周，所以它的价位就稍微比较贵一点。我们一个晚上这一间应该是台币3000多，但我觉得如果不是黄金周来的话，这个一个晚上应该2000块应该就有了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空间上真的蛮大的，还不错，推荐给来名古屋，而且隔天要准备去高山的人。我们要去高山，所以我们搭的是9点45的这班高山飞龙巴士。后续的旅程，我使用的是深农道巴士广域周游券，除了可以前往高山，还可以用它前往其他中部及北陆地区。到高山的巴士是采预约制的，记得要先在网络上预约。我们这2天住的是这间高山知好酒店，在高山车站一出来，对面马路过来，大概走1-2分钟就到了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高山老街保留了江户时代的氛围，所以深受日本人的喜欢。老街的特色是2旁漆黑的木造老屋，这些老屋呢是使用高级的檜木及杉木建造而成的。由于这些高级木材当时禁止民间使用，所以才将木头都漆成黑色的，避免被政府发现。结果却意外地将这些建筑保留了下来。现今老街的2侧大部分都是在地的商家。我们买了2个大肉饼，这个比较小的350只有肉啊，因为这个300比较大就是有马铃薯的。你比较喜欢吃哪一个？这个。你比较喜欢吃有马铃薯的？
但推荐吃有马铃薯的是一直比较高。华必吃的飞驒牛寿司应该是吃不到的，人有够多的。来去买这个烤麻糬的名店，它在河边的这个转角。这间是高山五平饼的名店，我们买来试试看。一只100吗？对。五平饼是将煮熟的米饭压碎后揉成草履形或小圆形，然后做成串烧，淋上酱汁下去烧烤。它就是咸的麻糬，然后也没有很 Q， 也不会不好吃啦，跟你想的不一样啊。台湾是甜的。那口味的话，我觉得咸咸的焦香味还蛮重的，但是跟台湾的麻糬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可以来尝鲜的，也别有一番风味啦。这间是在高山地区要吃飞驒牛算是很有名的店家。那它的后位方式就是你要先去里面登记自己的名字跟人数，然后等待叫号，大概可能要排30分钟到1小时啊。得过非常多的奖项。那这边是餐厅的入口处，然后旁边这边呢是它本来就算是精肉店，看很多当地人都在这边买生的肉。如果说你的这边是住 B&B 有自己的厨房，你可以自己买回家料理。我们点了一个飞驒牛的拼盘，然后点一般的看起来的话就已经很多了，然后1碗白饭，还有这个是看起来像牛肉干，然后还点了一个泡菜。在冰哦，冰几盖的哈，时间到冰的。和牛讲究的是油脂的香气、口感还有甜度。通常店家会将它切成薄片，烧肉的技巧就是翻一次就好。当肉的表面开始出水，就可以翻面，再烤到肉片出水感消失即可。一定要避免烤过头，让油脂过度流失。他说这个是3到4人份，根本就很少。好吃吗？他们的牛肉是必有区段的，入口即化吗？不会先吃的，很好吃。先吃原味加一点酱油。看好像比较硬一点。包菜在包饭很好吃，真的都入口即化，很好吃。你觉得这是什么？是牛肉堡。他刚喝酱，好吃啊！那现在给你。点这个配肉，有不同的口味啊。很刚好吃啊。对，好吃啊。就不能点 A5 的、啊，如果点 A5 的会太油。A4的，一般的飞驒牛就很嫩，最没有油脂的部位。这个很好吃啊，但是没有油脂，可是它的肉很软欸，它油花很多的可以点这种油花比较多的部位，这种就要包菜吃，包太油，再包一点饭。那个牛骚味也没有很重，飞驒牛很有名，算是日本最有名的。
我们吃饱了，这间真的很推荐哎。我们吃这样子一个人才3500日币而已，那你就可以吃到很正统的飞鸵牛，而且它的飞鸵牛都是有验证的啦，有编码的牛，不容易吃到地雷的货啦。来高山的话，不要错过这个吃便宜飞鸵牛的机会，因为我记得在东京看的话，每个人随便都是1-2万块日币以上的啊，才能吃到像样的。那它的飞鸵牛啊，有分 A5 等级跟非 A5 等级的，我是建议不要吃 A5 等级的，因为我吃一般等级的我就觉得很油了。那你如果吃到 A5 的，我觉得可能是更油啦。那当然，如果是吃刷刷锅的话，好像我看人家推荐就是要 A5 的刷刷锅才会比较好吃。那因为我这次来之后吃烤肉，我没有吃刷刷锅，所以我就不知道刷刷锅的差异是不是这么大。但我觉得烤肉的话，非常推荐就是点一般的飞鸵牛，就很好吃，很嫩，然后也会入口即化了。虽然是标榜3到4个人的吃，但我觉得2个人吃刚刚好而已耶，就是不太像他说的可以到3个人一起吃哦。所以有来点的话，可能你们要注意一下人数，要点到对应的肉量。吃饱了，要先来回饭店休息。来开箱一下我在高山这2晚住的高山之好酒店。那我们左边这边是吊衣间，空间蛮大的。右边这边是厕所。厕所就是很基本的啦，就是盥洗用品啊，然后免治马桶，然后浴缸。主卧室这边啊，空间很大，这个行李箱应该可以开个5-6个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一个很老旧的电视，然后一个办公桌的台子，然后一样有一个小茶几，可以晚上买东西回来吃的。采光的部分也非常好。那对面就是高山车站。当然我们住的是4楼，如果可以住更上面的话，这个风景应该很好。床的部分的话呢，我跟我妈是住双床房，但是这个 size 应该比一般单人的再大一点点啦。然后整体房间的空间感真的很大。2楼还有大众池，1楼呢还有免费的咖啡茶水可以喝，还有免费的脚踏车可以租借。那我待会要骑脚踏车出去看看，逛一下这附近的风景。那主要就是离火车站很近，这一个晚上大概7000到9000日币而已。所以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间的 CP 值很高，然后呢，免费的服务又很多，那还有温泉可以洗，所以我觉得很划算，很棒。这间超市啊，卖很多在地的酒，都是这边的酒厂酿造的。看一下，生产地都是飞驼古川，然后还有它的使用的东西，然后它有清口、干口、淡丽、纯浓的选择，有大概20-30款吧，可以选自己喜欢的。回到饭店了。我们总共买了苹果、哈密瓜，然后宵夜泡面，这个也是泡面，等一下要吃的飞驼牛奶，然后饮料，在地的地酒，还有明天的早餐跟早餐的cheese，还有一把刀子，总共花了6000多块。我的宵夜是炒泡面加cheese，那还有当季的哈密瓜，还有苹果，自己调的午后奶茶。午后奶茶就是买午后红茶去加当地的牛奶，都是不一样的味道。我的cheese炒面，或者是加温泉蛋，都很好吃。他们的哈密瓜是很熟的，跟台湾比较脆的不一样。然后那个哈密瓜的香气很够，黄林苹果都是新鲜的啊，很脆，酸甜酸甜的啊，比较不会腻啊。千里迢迢骑脚踏车来 Uniqlo 买我的雨伞。
这里应该是高山有很多商场的地方啊。我起来去老街看看晚上的高山老街跟高山正屋有什么东西吧。这边骑脚踏车真的是很方便、很舒服啦。可是缺点就是人烟稀少，骑起来好恐怖。大家如果晚上无聊的时候，可以出来老街走走，看一下这边的晚上点灯的漂亮风景。这边有一座红色的桥，好像叫拱桥吧。我觉得高山晚上的景色更好，与白天的样貌完全不同。晚上点灯后，就会发现这边的景色是有设计过的，营造很唯美的气氛，完全可以呈现出高山古色古香的味道。相比白天，我比较喜欢晚上。还好我有选择出来骑单车走走，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出走的地方。这边都有椅子，可以坐在椅子上看河床，其实蛮浪漫的啦，但是被我形容得很恐怖而已。这个老街的点灯真的很赞诶，它不是每一户都有点的，大概隔2-3户才点一户吧，所以骑起来、逛起来特别有感觉。那我是懒人啊，所以我是骑脚踏车。我觉得大家晚上可以在这边散步一下，因为高山晚上也没哪里可以去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的这个宁静感诶，很舒服，很适合沉淀心情。我的高山骑脚踏车行李之旅，拜拜。前面有提到名古屋到高山的车票是采预约制的。首先到这个网页后呢，我们办一个账号，然后在路线这边呢，我们选择名古屋到高山的路线。接着依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乘车的地点，像我是选择 JR 名古屋新干线口旁的巴士站上车，下车地点就选择高山农飞巴士中心。然后乘车日期以及你需要的人数，分别有男性人数跟女性人数。点击确认后，它就会显示可以预约的班次，就可以直接订购了。这边它会问你要单程还是往返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决定后就可以划位了。划位的方式是男性与女性分开的，像我这边是一男一女，就要划一男一女的位置。接着它会跳一个预约的明细，再检查一次后点击确定就预约完成了。预约完成后，它会给你一个编号，领票的时候出示这个编号，就可以换取你到高山的车票了。然后如果有购买深荣道巴士周游券的旅客呢，记得不用付款，直接到柜台，然后出示你的周游券，就可以兑换你预约的车票了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这张车票只有3天的保留期，也就是要搭车的前3天再预约就好了。最后，如果已经预定的车票要做更换或者取消，记得点击右上角，这边有一个订单确认内容。进来后呢，找到你的预约订单，点击取消的动作。